各位好，观众大家嗯，好，我们今天时好，间来到了2025年1月22号，我们的讲师 Lucy 慧仪，她又来到我们线上。那今天很特别的，她跟我们提的是跟理财有关的话题哦。那我们就直接来邀请 Lucy，Hello，麻烦你喽。好，我在，谢谢大家。然后各位伙伴好，我是 Lucy。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哈。好，我现在人在菲律宾，然后我本来想说完蛋了，我没有领金可以来参加大家的活动，那还好，我在这里还有一条就是全12的时候的领金我带回来了。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在菲律宾做顾问，那做顾问主要是做企业的顾问，就是做 HR 跟人有关的东西，好，做政策。然后做例如说做制度啊等等的，这个是我主要的工作。然后就是有公部门的工作，就是在菲律宾的商会，好做秘书长。然后另外一个 G-Talk 的部分也是 G-Talk 的部分，你们如果有机会，也很欢迎你们常常来。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月，现在 G-Talk 跟台湾总会一起的，就是每个月我们都有好的议题就是在请讲师来讲，就像知莹在做的事情一样，只是说知莹做的比较偏童军，然后我们做的比较偏商业。然后今年的话，第一季会比较做多一点点跟小朋友有关的事，青少年有关的事哈。就例如说，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一场留德，就是德国留学的讲座。如果说假设大家对这个东西就是有兴趣的话，我可以 share 给大家。那欢迎你们来，我们没有收费。那我自己的话，过去的背景就是我以前在银行上班。好，那是我来到了菲律宾之后，然后就是那时候小孩子比较小，没办法就是去公司上班，所以就创业。那时候创业的话，时间比较弹性，但是创业的过程很辛苦。那我主要就是授课的内容，就是在台湾讲课，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跟财务健康有关哈，就是个人的财务健康，然后家庭的财务健康，企业的财务健康，好，这个主要就是我的工作。然后讲完财务健康之后，接下来就会有人讲说啊，那我可不可以学财富自由、财务自由，好这些事情，然后学记账。好，或者是例如说我之前还有做过师培等等的，就是跟理财有关的这一块的部分，我主要在台湾做。那剩下的这一些东西，你看到比较就是跟商业有关的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是现在我在菲律宾的工作内容，好做成本、做流程、做绩效管理，然后做薪资政策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好，那这个是我比较长在线上讲课的内容哈，就是线上讲课的话，就是跟理财有关的，然后或者是我 sharing 就是跟玩耍有关的哈，就是跟我们就是像类似通讯的行程，然后还有就是在家教育的部分。那在家教育的部分，我们过去就是带着小孩，就是国中高中的小孩去做就是应该说叫壮游哈，壮游的部分之前好像。哎，对，我们之前也有来，就是童军这里就被学院分享过，好，这个是主要，就是我做的工作。那回到就是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就是童军跟理财，好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我以前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那自从呢，我去服务专考之后，就是童军的专考之后，我就发现说，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不管是国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就是他们其中有一个 part，如果啦他们自己做规划的话，其中有一个 part 就会跟钱有关。好，就是整个案子他们写完了之后，他们要规划预算。好，例如说啊，我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去做旅行的地方。就是例如说租场地要多少钱，租设备要多少钱，好，然后还有就是买材料要多少钱，那生活要多少钱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童军就是它就是很落实，就是我们理财教育里面的 item，我觉得哈。那还有另外一块就是童军里面就是我们的诺归名里面有讲到，其中有一项就是 be prepared，就是准备好了。那其实在我们理财的教育里面，准备好了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会分两段。
第一段呢会讲财务健康，第二段呢会讲财富自由。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透过就是这样的课程的方式，让更多人去知道说，财务健康是什么，财务自由是什么，然后人有了财务自由之后，他才有办法有选择的权利。就是如果你在还没有财务自由之前，你没有办法就是随心所欲，这个是真的很现实很现实的。那很多人就说啊，童军跟理财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关系可大了，因为我印象中我应该是我儿子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就进来童军，然后当时就是做服务员，就是当小狼的服务员，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儿子高中3年级，应该这样子，应该也几年了，4年3年3年，应该10年了吧，到童军的这个领域10年了。然后我觉得在童军的部分，我们可能户外或者是户外生活的技能，或者是安全等等的这些的知识，真的学的很多。可是我觉得这一块的知识真的就是还蛮缺乏的。那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参加任何的童军活动，有很多的活动的设计，大概就是类似像我们像是非营利组织嘛，所以我们做活动就是把预算算好了，然后就例如说就缴这个费用，然后去参加活动。那很多时候有服务员来服务，那服务员他们基本上都是不知心的，他们要跟童军或者跟小朋友讲一样的钱去参加活动，然后但是他们都是不知心的。可是我长期在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好也有不好。就是说如果说假设然后我们通通都是在财富自由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做不知心的这个工作，我们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会非常的 enjoy， 因为他们不会有财务的压力。好，那但是如果说假设就是他生活要过，然后但是又要参加活动，但是他又有不够的钱，然后可能要跟长辈借或跟其他人借等等才能够去参加活动，那这种感觉我觉得就差很多了。其实我印象当中就是曾经来贝学院，我听过前辈就是分享过他去参加世界的活动的时候，例如说其他国家例如说办那种大露营的时候 Jamboree 的时候，他们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要存钱，然后存到那个时候不够还要募款，跟家人募款，跟谁募款等等的。所以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头就是有很多的想法，因为我真的觉得说那与其这样子，那我可不可以再更前面一点教大家了解什么叫财务健康，什么叫做财富自由。当你知道这些项目的时候你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就是你会更注意一点点这个。因为参加童军活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可是我觉得就是没有钱很多时候真的是万万不能，那有钱我觉得那个玩起来的感觉又不同。这个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要学理财？其实理财很简单，简单一点的讲，它就是理现在的生活跟理以后的生活。那跟我们的生命的连接是什么？生命的连接，以前我不会讲这么细这一块，可是就是越后期我会讲越多有关于这一块。为什么我说我教个人理财，教完了之后教例如说家庭理财，家庭理财教完了之后教企业理财，企业理财教完了之后教公司理财。好，就企业可能是中小企业，然后公司的话是比较中大型的公司，就是人数比较多员工的公司。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层次来说，就是类似像就是投影片上面这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先把自己的做好，做好了之后，如果我们有家庭，不管是自己创建的家庭，或者是原生的家庭，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家庭的家人也可以跟我们就是齐步前进。那自我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创业，那个创业的基底一样观念都来自于就是你个人理财学的东西。好，那平天下达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创业了之后，你的公司变得更大了之后，其实这些都是前面的基底的累积，那只是
你遇到的事情会更复杂而已。好，所以这是跟我们生命连结的部分，就是理财的这件事情跟生命的连结。那很多人都说啊，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没有钱，没有财，所以我不能理。不，错了，我想要讲的事情，理财就是理生活。你的生活想要过成什么样，那就会变成什么样。那如果你从来对生活没有想法，那就会是没有想法的样子。好，所以今天呢，就是我先简单的用几个应该说公式，好，还有几个范例来跟大家讲说，我们童军会用到的是什么。那这里先一个基本的观念给大家，就是很多人都说我想财富自由，那财富自由，我们总是有一个东西去衡量它。那财富自由用什么东西去衡量它呢？好，这里有就是两个轴哈，一个轴横向的 X 轴叫做非工资收入，在台湾叫做被动收入，然后垂直的这个轴叫总支出。那总支出就是你个人的一个月的加总的花费，或者是家庭一个月的加总的花费。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公式哦，就是非工资收入大于总支出，意思就是说我们非工资收入大于总支出，意思就是说非工资收入要越大，然后总支出要越小。那大概如果要选1、2、3、4的话，大概是3的这个位置。我的非工资收入做的越大越好，然后只要大过于总支出，你就财务自由了。好，然后这个部分记账的话，我待会儿再回来说一下哈。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待会儿我再倒退回来说一下。那跟童军会很紧密有关的东西呢，其实最基础的，我不管是小狼也好，或者是国中的童军也好，或者是行义也好，我觉得他们都要认识钱这件事情。那钱的部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都是用电子支付。所谓电子支付，就是类似像是什么 Pay 什么 Pay，或者是用类似像是例如说那个叫什么那个悠游卡那一种的卡片在支付钱。他们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钱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强烈的感觉。那我觉得你对钱有感觉跟没有感觉差很多，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小狼，就是出去活动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都不会用钱嘛，那我们不是都会在那个就是旅行的通知上面跟家长沟通说，请你们准备 pocket money， 就是零钱，就是可能100块左右或多少钱左右的零钱，让小朋友出门的时候可以买东西吃。那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会带现金，或者是他们就会被储值在他们的学生证的那个卡片里面，那他们就会你会看到，就是出门的时候，例如说在城市做小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哦，他们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哪里？便利商店。然后看是 Seven 也好，或是全家也好，然后就开始冲进去哦，冲进去干嘛？就开始血拼。然后我就想说，你们平常应该都还 OK 吧？但是可能平常付钱都不是他自己，都是可能是家长或是什么，所以当他们进了便利商店之后，就瞬间呢就变一头疯狼，你知道吗？小狼就变疯狼哦，就开始什么东西都开始翻，然后开始拿着他的卡片，神奇的卡片就拿去柜台就哔哔哔哔，然后好像就很满足的出去了这个便利商店。然后其实这个有便利，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对钱就认识很少，所以呢，我曾经就是在团里面的时候，就是会去跟小朋友去介绍这件事情，跟他们讲。你住在台湾，就是跟他们介绍说，我们住在台湾，然后是用什么样的就是钱，就是在台湾里就是应该说流通什么样的钱在台湾流通，有纸钞有硬币，然后纸钞有多少种类，然后硬币呢有多少种类，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件事情是很模糊的，他们没有很强烈的印象，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看就用到真的钱。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对小狼来说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认识钱这件事情，然后教他们用钱。好，那这个是在讲台币的部分。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也会像这样设计题目去问小朋友，就是问说请问一下
就是民众啊常常说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养那4个小朋友，然后来形容就是各行各业的赚钱的辛劳。然后我们就会问说请问一下这是哪一张考卷？好，那小朋友就会有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这个题目有一点点旧，因为呢现在就是在那一张考卷上面啊是六个小朋友，好，不是4个小朋友。那我们倒回来看，我们就看到那个1000块的部分。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个东西来讲，最主要是因为你知道吗？1000块的那4个小朋友有没有？现在看得到这4个小朋友其实是我们团，我是台北市就是第24团福兴国小富士童军团，然后那4个小朋友就是福兴国小的小朋友。好，来，所以我打扰一下，想问一下，你有切换页面吗？因为我有觉得你讲的很精彩，应该有页面。有，但是都没有你们有切换掉在动吗？都没有看到，你们都没有在动吗？对对对，现在这样有啊，好，所以刚刚全萤幕，所以你们就都没有动到这样子哦。我这边看到是没有播放的状态。我的天哪，好，那如果是这样子，没有播放的状态。好，那这样我很快速的再 go through 一次给你们看哈。其实我刚刚播了非常多的投影片，这样子的话我把它放大一点好了，谢谢，这样看得到吗？有对不起，有这样这个是封面看得到吗？有，这有，谢谢。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全萤幕不行哈。好，这样子有清楚吗？有的，谢谢你。好，所以这个是我刚刚我介绍我自己的部分，好，就是我自我介绍的部分。然后这个是我平常我刚刚有说到，就是我的专场我做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就是线上的讲座或者实体的讲座我会做的事情，这样子。好，这个是刚刚自我介绍的地方。然后我刚刚讲到童心跟理，刚才光正有那个介绍一下，说你可以选择阅读模式，也许这样子可以大家也都可以看得更清楚。阅读，我试试看有一个像书本的那个模式，是这样吗？对，很好，非常好，谢谢。这样有清楚吗？有的，谢谢。哎呦，好，谢谢光正是老师用的比较多，好，谢谢团长。好，那这样的话我看清楚哈。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的投影片，就是跟大家介绍说就是童军跟理财之间的关系。好，那我刚刚讲到这一页就是讲，就是童军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诺归名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准备，就 be prepared。好，那在理财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好，那我这边也提到说，童军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也不能说某种程度，我们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活动的设计，其实每一件事情都会跟钱有关。好，例如说我们举办一个活动，不管是团里面的小活动，或者是我们去参加，例如说县市的跨县市的露营，或者是联团的活动，或者是去参加考试、专考，好，或者是童军节等等的这些活动，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大家都觉得好像跟钱没关系，童军跟钱没关系，是跟钱息息相关。你只要参加。出去参加活动，基本上都跟钱就是会连上。那我要讲跟钱连上，简单一点讲，就是跟生活有关，就是我们的童军生活有关。那为什么要学理财？就是说刚刚讲到，就是理财理什么？理现在的生活跟理未来的生活。那理财就是理生活。简单一点讲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没有钱，我不能够理。好，那要有钱了之后才能够理。我错了，不对哦。好，就是你的生活想要过成什么样，你就例如说你从今天课程听完了之后，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这件事情对你有帮助，你就开始去调整。那从调整从认识钱开始，然后调整用钱开始。那我刚刚有提到说，理财课跟生命的连结，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个人理财、家庭理财。那如果你有创业的话，就是创业就是你的小业的理财。然后如果你这个创业做得很好，做到变大的公司、大的企业的话，就是平天下的那一个阶段。好，那怎么变成有钱人？我刚刚说了，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横轴叫非工资收入，纵轴叫总支出。那就是非工资收入大于总支出，就是台湾讲的被动收入大于总支出的部分，你就可以就是跨过那个门槛。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先跟大家复习一下。那这个公司的部分我最后再回来。那我刚刚提到说，就是跟钱有关的事情其实在童军里面我就说我们可能对于户外的安全、户外的技能，好，或者是就是装备
等等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刚刚知颖团长讲的那个EMT， 就是急救的这些东西知识，专业知识，可能就是我们都学很多。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童军的活动运动里面啊，这个议题这个 topic 被拿出来讲很少很少，非常少。那但是这个东西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是现实的生活或童军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用得好？那在童军的生活里面，我觉得会过得更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去参加任何的活动，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服务员，好，就是去参与者或者是去服务的人，他们缴出去的钱都是一样多。那我有说过，就是如果你缴出去的钱你是没有烦恼的，就是你去服务起来。或者是去参与起来，那感觉是差很多的。这个部分我刚刚有 sharing， 就是说，例如说每一年的每一个时间段，就是全世界都一直在办着，就是各式各样的大型的，就是童军的活动。那有很多的，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前辈，他们就是几乎每一年就想办法会去参加。那像例如说我们在前几年我们不是到韩国去参加世界大陆营，4年才参加一次，那4年才参加一次。亚洲的费用还算是就相对就是到美国、美洲或者是到欧洲是相对便宜的。我们2027年要去欧洲，大家就可以心里头开始有点底哦。去欧洲的那个费用应该是亚洲的至少2倍以上。那亚洲你看我光坐飞机，然后还有大会的一些费用加一加，真的也是不少钱，然后还有会后的活动等等。所以我说你看童军的活动跟钱有没有关系？是有的。那我刚刚这一段的部分呢，是分享的是说，就是我们从认识钱开始，认识你身边你生活的钱开始。那这一段就是我讲到是跟小狼有关，就是我现在我不太确定国中生对于钱熟不熟悉。高中生应该会比较熟一点点。好，那国中生的部分，如果他们也都是用着学生证在做支付的这个动作的话，或者是用什么 Pay 什么 Pay 在做支付的动作的话，其实对钱应该也是很陌生。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一直就是离我们很靠近。所以我觉得在童军的教育跟活动里面设计，我觉得能够有一点这样的 topic，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例如说，你看我们去专考的时候，或者是高考的时候，其实里面没有一个 item 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但是跟这个，但这个我说这个题目有关系，但这个题目在你每一次办活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就是考核的过程当中都会用上，可是就是没有人介绍，我就觉得很可惜。那像例如说，你看我们之前就是也会去设计题目啊，来问问小朋友啊，问问小蓝，问问童军，你对于观察，我们童军观察也是很重要的嘛。你们对于就是日常生活跟钱的观察，你们注视到哪里，重视到哪里，我们就会设计题目来问他。好，然后例如说问他说抄卷上啊有几个小朋友啊等等，然后抄卷的主题。那其实我倒回来讲一下前面的这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平常日常生活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抄卷，就是它是每一张抄卷都是有故事的，而且就是每一张抄卷，如果你知道它的故事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到国外去交流，其实是一件就是也是蛮棒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在世界大陆营的时候，我接到一张就是那个孟加拉伙伴，就是孟加拉伙伴，我们就是一起当 IST， 然后呢，他跟我们交换，我们一般出门都是交换布章嘛，可是他很特别哦，他拿他们家的钞票。就是可能最小面额的钞票来跟我们交换，就是他拿钞票跟我们换布章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好特别，然后他就拿着他们就是孟加拉的钞票，就跟我们讲他那一张钞票的故事。那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钱比他们大太多了，所以我就没有拿我的钞票去跟他换，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也是就是开启就是我们跟就是其他国家童军就是聊天然后讲话认识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这是台湾的钱。然后后面呢，其实我
还蛮，你看还有，例如说，你看台湾的钱，这个1000块的正面，我刚刚说为什么特别介绍这张券，是因为1000块是因为上面的小朋友是就是我服务的童军团的那个学校叫福星国小，好，这福星国小的小朋友，现在他们都很大了，这应该是20几年前或30年前的小朋友，他们都长大了。然后钞券的背面，你看就是诉说的就是台湾的，就是人文跟人文啊、风景啊，然后动物等等，还有植物等等，这都是展现就是我们国家的图腾。然后我不晓得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好，那我在上就是理财课的时候，我如果有办法跟童军的小朋友去分享的话，我会去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例如说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张1000块的钞票，我到那个阿里山。好，这样钞票你到阿里山山上，看日出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遇到最少3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阿里山的日出，第二个就是你在小笠原那个位置，你可以看到，你把钞券折起来，然后就是你可以去对着你对面的山看，等着日出要上来的山，就是有一个山头就是玉山，你可以看一模一样。然后另外就是在那个阿里山看日出的平台的附近有很多就是长尾，就是黑长尾雉鸡，这个就是现在1000块的这个雉鸡，你可以拿到他身边跟他拍照，就是他不太怕人。但是我那一次我就觉得哇，好特别，就是我的1000块的上面的图腾，就是在我的身边就有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好，然后另外一段呢，就是这是钱的部分呢，我也会跟就是同学的小朋友去做分享，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不晓得，就是我们去别人的国家要用别人的钱，然后很多人以为说，例如说像上次去韩国，很多人以为说我带着台币到韩国去，我就可以换韩元，但是我们跟小朋友讲不对不对不对哦，哈，就是韩元第一个你要不就是在台湾换好。然后到韩国去，那要不的话呢，你要拿着你的台币就去换美金，然后带着美金到韩国去换钱，好，大概是这个流程，好，那小朋友如果他没有出过国的，他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美金，所以我也会透过这个机会，就是跟就是童军的小朋友去分享说，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参加其他国家的露营的时候，记得身上要带什么样的钱，好，例如说第一种钱就是美金，第二种钱如果是在台湾可以换好的话，就是当地国家的钱。那你看哦，光这一个题目哦，我们就可以设计很多的，就是跟数字有关的游戏。然后或者是跟数字有关的，怎么说嘞？就是让他们对于就是这个汇率，因为你刚讲汇率这件事情，他们很难听得懂。那但是你拿一张美金的钞票，然后兑换台币，台币多少钱？我拿一张钞票兑换台币多少钱？他们会有很强烈的感觉哈，不要说只有小狼哦，童军行义都是一样。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在我们童军的活动里面、运动里面，然后可以传递的东西。只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可惜，就是这个议题很少人讲，应该几乎是没有。然后这一个题目呢是其实我之前收集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在讲什么？在讲说其实台湾哦应该是去某一个国家是第一名，应该就是日本了。然后那时候日本有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换了天皇，好，从平城换到令和。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他们皇帝换了之后啊，叫天皇换了之后，其实钞券它是会改变的，或者是硬币它也会改变的，他们会全部就是重新制作哈。那我当时做这样投影片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刚从平成换令和元年，那现在应该已经令和大概5年了吧，我猜。然后以令和元年的时候，就是这些新的就是设计的货币都还没有出来，纸钞都还没有出来，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就是开始慢慢的在换新的纸钞了哈，所以其实如果就是小朋友对
这个身边在用的东西，它如果有一些敏感度，它有观察有一些敏感度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也是去训练到了童军的一些技能，好，例如说观察，好，或者是整合，或者是收集，好，等等的这些技能。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晓得，我就觉得说，我没有想到我的理财的课，如果要应用在童军上面，能不能用上？然后跟我们童军的诺归名有没有办法结合？还有就是我们童军的训练，我们童军的技能能不能够结合？实际上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违和感。好，我们在大自然上用的东西，拿到我理财课来用也是可以用。好，所以这个是还有我印象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台湾很流行的，就是例如说它用在艺术类，就是例如说我们考高考还是专考，印象中它有一项是美术类的艺术类的东西，他们要有折纸的一个专科章，你知道吗？这个钞票它也可以拿来折那个就是100元的花或者是1000元的花，那个也是很厉害，那个功夫也是很厉害哈。然后或者是折成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想象力更丰富，就可以把身边就是看到跟用到的东西，就是可以转换一下它的用法，你就会发现它有不同的价值。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案例，或者是透过这样子的物件，好，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对于生活或者是对于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想象。因为我觉得人呐，这个人这个动物呢，其实都是在模仿当中做学习。就例如说，好，我进童军，其实我是从就是菜逼吧的服务员，所谓菜逼吧就是什么都不会的服务员，到就是跟着小朋友一起学怎么打绳结，怎么样把就是工程搭起来，然后怎么样就是例如说搭帐篷，怎么样，例如说我去参加例如说那种大露营的时候可以存活下来，或者是我去参加国外的大露营的时候，可以就是能够在那里很自在哦。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参加大露营跟到或者是连团露营跟到国外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我在国内没有做好训练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觉得困难度就有其实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我来童军我其实学习蛮多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间接的又跟大家讲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台币，我们在台湾生活，我们要到其他国家，例如说2027年我们要去波兰，那我们去波兰要用什么货币？然后如果我要在台湾就换好要去波兰用的钱，我要怎么换？或者是我在台湾要换美金，然后我要怎么换？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跟就是理财跟童军的连结很强很强的地方。那我觉得今天的课呢，就是要体验到这个理财的游戏，可能就是时间会不太够。那我就用短短的，就是5到10分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下一次若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教大家就是怎么用这个工具，然后落实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好，就这个工具呢，其实很多人应该你要知道它的原理的话，很简单，就是在1997年有一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好，那这个作者叫罗伯特清崎，他现在还活着。好，那他是一个就是日裔美人，日裔美人的意思就是他的祖先是日本人，但是他已经搬到美国去生活，他的护照是美国籍。好，他住在夏威夷，他在夏威夷出生，他叫罗伯特清崎，他现在还活着，而且说实在话，我原本他说他财务自由了，他就是发明这个教材，然后要帮助就是应该说人类社会的这个财务健康的这件事情，我发现他已经很有钱了，他已经财务自由了，他还是没有停止赚钱过，他到现在还在赚钱，真的很夸张。那当然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就是例如说赚钱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财富自由的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个定义跟应该说一个满足点。好，那这个满足点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不用跟别人比较。好像我们有讲过说，例如说好，
我刚刚有一个公式嘛，是非工资收入，就被动收入大于总支出。那其实我们就端看每一个人的总支出是多少。你的总支出高，你花的时间就要比较久；你的总支出低，然后你要财务自由的时间就会相对短。好，就是你要布置被动收入的部分，你就会时间相对短。好，那但是要做这些事情的基本面就是不好意思哦，我们说本业要做好。什么叫本业？小朋友的本业就是他是学生，学生他要就是扮演好，就是他学生的角色。我前一阵子我看一本书，我对于学生这个名词，我其实还蛮有感受的。学生，大家知道为什么学生要叫学生？其实古时候的人有没有，他为什么要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其实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生活，所以去做学习，然后为了要生活的那一个人，他就叫做学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好，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去学习，不管是年纪多大多小，去学习，那一个角色，他就叫学生。那学生就是学习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我刚刚介绍的这个游戏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做实体的游戏，然后就是在感谢疫情，然后赞叹疫情。那时候呢，就是我为了要生存，然后就是也开发了就是线上的课程。那线上的课程呢，就是我原本以为效果不好，后来发现可以执行，然后学生也听得懂，所以我也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跟那个知影团长在邀请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应该有机会来教大家。那这个游戏你知道吗？我们可以体验很多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你就是怎么去投资，然后教你怎么样去控制支出，然后教你要去认识慈善事业。好，什么叫慈善事业？就是你心有余而力又足的时候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了，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也有一点点就是反推回来，我们就是参加童军的运动也是一样。我要参加童军的运动，参加童军的活动，记得一件事情，最基本的就是我要把自己给照顾好，能够活下去，能够生活下去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生活都有问题了，然后谁谁谁有去韩国，谁谁谁有去波兰，谁谁谁有去美国，所以我也一定要去。这件事情不是拿来这样子比较的。所以我才觉得说例如说慈善事业为什么要学？因为他才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帮助别人，他才是对的。好，那银行结算日就是简单一点讲就是领薪水的时间。那领薪水就是你出了社会去工作，就开始会有领薪水这件事情。那很多人对领薪水看到钱进来的很开心，但是很多时候钱进来的大概在你手上没有超过，例如说一天24小时，大概钱就是都已经付账单付光了。所以那我怎么样就是更了解我的薪水，怎么样让我的薪水可以变得好，然后呢就是不要薪水一发下来之后就没了这样子。那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件事情？那市场风云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有布置，我要讲的事情是你有布置资产，你才有机会卖资产。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布置过资产，不好意思，你没有机会卖资产。好，然后生小孩、失业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也可以体验得到。好，那像小朋友最讨厌生小孩，那我现在已经开发到进阶版，可以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可以结婚，然后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跟结婚还可以很多元。多元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就是对象这样子。那小朋友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想象说在游戏里面教他们不敢教的性别。然后我觉得很好笑，那很好玩。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也会让小朋友或者是我的学生去学习怎么做银行贷款，怎么做定存，然后还有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破产。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说了它就是一个体验。那这个体验遇到任何的失败，我都不觉得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也会跟小孩子说，或者是跟我的学生说，你们不要对这件事情就得失心太重。重点就是你在这个体验的过程
当中，你看到你的伙伴，因为我的课程就是都是一组一组的，那这一组一组的话，这个一组大概5到6人，好，就是五个人4、5个人左右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才有启动观察这件事情，启动去看其他人怎么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小孩子就是不是只有自己，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学这个学理财的时候，他们就是只有自己，他看不到别人。那所以我的活动里面大概都会是一组一组的，就是活动的内容都会跟你整组有关系。好，所以这个是在游戏里面可以体验。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多的时间可以就是做到这一个活动，那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就是来跟大家讲说，那这一张报表可以怎么用，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用。那我也跟大家就是说，就是我30岁才学这一套东西。那我学这一套东西呢，认真说就是我有把它上面的 item， 所有他教给你的 item， 就是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也慢慢的走到就是我想要去的财富自由的那一条路。好，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课程，我本来有准备了一张，就是这个叫做报表，然后要给大家用。那这张报表的部分呢，我后面呢还有设计，例如说像这样的题目，然后要跟大家来练习。那希望今天课时间已经就是差不多，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练习到。那在最后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但是这个总结呢，要在有练习，就是刚刚那张报表的时候呢，就是你会更有感受。就是说，我想要跟大家讲说，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哦，或者是老蓝，我跟你讲，或者是团长，我跟你讲我觉得啊，理财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记账这件事情啊，超困难的，然后好烦好无聊，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说简单一点哈，就是做记账这个动作跟工作呢，还有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现在很多小朋友没有看过收据，你知道吗？我们在做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同龄的小朋友，就是例如说去超商，或者是去例如说一些商店好了，我们说，我们买东西回来记得带收据哦，或带发票哦。他们带回来的东西，如果有些团长有经验的，你可能会有时候很头痛，因为他带回来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合账。那因为在小朋友的生活当中，在学校里面根本没有人教他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教他就是什么叫合账的这件事情。可能有人教他记账，可是记账跟合账这就是两件事。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很多小朋友都是不懂的。那我们就刚好趁这个机会可以教他们。那还有就是说，在记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告诉他几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的一生里面，就是跟钱有关的这件事情，理生活的这件事情有几个重要的名词。第一个名词叫收入，第二个名词叫支出，第三个名词叫储蓄，第四个名词叫投资。那这四个名词如果要开课，它一个名词就是一堂课。好，例如说有人会问我怎么增加收入，其实增加收入的方法很多，但是在我教这堂课这门课我教了18年，我教了这18年，我想要跟很多的人讲，就是你必须把自己做好这件事情，收入就会高了。例如说我记得台湾有一阵子都会讲说讲说什么，讲说我们斜杠，然后就是我有了正职之外，我还要再做兼职，我还要再干嘛干嘛，那这样我就可以增加收入。实际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说，我如何把自己做到就是最好最厉害，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出来了，我就可以拿到最好的收入，这样就好了。你这样才会有生活的品质，要不然的话你没有生活的品质。就像例如说，好，刚刚我介绍的那个游戏里面，我也会设计一个环节，就是例如说你有正职这个游戏呢会有角色，我有12个角色让大家选，12个角色有不一样的报表，有不一样的财务报表。然后呢，我还会再设计，就是说如果你要兼职的话，怎么兼职？然后这个兼职会浪费体力。好，就是我要讲的是，我们每个人只有24小时，
正常的上班时间8小时，如果我还要再兼职4小时，上班就12小时，如果我还要再兼职2小时，就上班16小时。请问一下，你有家庭的生活吗？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就是你有足够的休息吗？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休息，没有好的家庭的生活，那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所以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名词，一个名词收入就可以讲很多课。然后再来另外呢，就是跟支出有关，支出就是你张开眼睛你就在支出。那小朋友我觉得最该教的部分就是支出，因为让他们知道支出的种类有哪些，让他们就是量入为出，然后还有能够控制，学会控制，而不是就是降低哦，就例如说我刚刚讲的总支出，如果总支出数字做的很小很小，就很多人就是这样想哦。例如说像我减肥，我都不要吃，我不要吃那个肥就可以减下来。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哦，大家会有报复性的就是吃东西，或者是报复性的支出，所以在支出的这个过程，就是你怎么样去用对的钱，然后就是满足到心理，然后又能够照顾到生活。这一门课也是很精彩哦。然后储蓄的部分，储蓄有各式各样的储蓄，我还蛮开心的。就是我的学生来上过1次课、2次课、3次课的学生，他在我最靠近就最近的1次课里面，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告诉你哦，你教我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已经开始用数位银行。”然后再练习储蓄，而且练习各式各样的储蓄，然后我赚到什么样的非工资收入，我超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他去打工赚钱回来了之后，他已经可以开始分辨什么样的钱可以帮他，就他留下什么样的钱可以帮他赚钱，然后他换成什么样的钱可以再帮他赚钱。那我觉得他就有把它用到对的位置上去，我就很开心。好，那这个部分也是一门课。那投资的部分呢？投资我分2大块，一大块呢讲的是投资商品。所谓商品就是大家都可以随便查得到的金融商品，就是每一个银行都有的东西。另外一块就投资自己。那很多人都觉得说，为什么要投资自己啊？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投资自己才是最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每一次去参加任何一个训练，例如说我花8000去参加这个训练，不好意思，我一定会想办法，就是就是训练完了之后，从我的工作上把这个钱赚回来。我去受8000的训练，我一定可以赚8万回来。那其实投资自己，我觉得才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没用。其实读书就是投资自己，然后投资自己的，增加自己的技能。那像因为我的工作是跟人有关的工作，哈，所以我也会就是尝试的，就是我可以接触到的青少年，或者是就是大学生，就我们讲的例如说童军、罗浮童军、行义、罗浮这几个阶段的学生，跟他们讲很多就是很重要的话因为不要觉得说我这段时间是学生，所以我现在很福利，我不用为了赚钱这件事情而辛苦而烦恼。可是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很轻松，你以后就会很辛苦。所以记得，就是老天爷设计我们来人世间这一趟路，没有什么叫做哪一段路是轻松的。你只要顺的每一段路都扮演好你的角色，你的后面的路就会越走越轻松，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开心。你会觉得说，我身为一个人，我有价值，而且我身为一个人，我知道我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会更快乐。然后我身为一个人，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事情可以影响更多的生命。好，那其实我来做这个课程，还有我在参与童军的活动当中，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我如何用我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那这个就是我在童军的生活里面，然后就是很努力跟积极在做的事情。那当然就是我可能没有见过大家，但是我很愿意就是运用就是我平常生活的工具或者是生活的技能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就是能够听到我课的伙伴们，就是生活可以越来越好，然后我们有机会呢可以一起手牵手去就是越来越远的地方，
去做童军的活动，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因为我其实我第一次去韩国参加大露营，世界大露营，我跟你说太着迷了，太令人着迷了。因为我去看小朋友的营地，他们是一走出营地，就是走出他们的营地，隔壁就是其他国家的人。你要想我们要去其他国家都要坐飞机去他们只要打开帐篷，然后走出来，他们就可以遇到 N 个国家的小朋友在那个地方。那一样，我们在那里去做服务人员，做 ISD 也是，就是你曾几何时去想过，就是你的办公室里面，因为我之前是安全部门，那我是做分析的，那你曾几何时去想过，就是你身边有那么多国家的人跟你一起工作，然后你才在中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我们在意的事情其实它不一定是那么重要，然后更重要的事情还在更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多开一点这样的案例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 mindset 会变得更好，更 positive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就是我先讲到这里。那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因为平常就是来贝学院分享的伙伴们，就是都是在讲述着就是童军的一切。那我今天这个题目算是非常非常的跳痛，那不晓得就是这样的讲法大家能不能够接受那我先说到这里，我麦克风先还给就是知颖，谢谢知颖团长，谢谢。好，谢谢我们，谢谢慧仪，非常谢谢就是其实我常常都在讲一句话，有没有跳通就是其实说的童军不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模式，一种方式嘛？童军其实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我们一点都不违和就是只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去联系上像这样子的一个专家，我们生活上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发现，我们原来周边有这样子的一个专长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你在活动当中，你就是有这样的伙伴在你的身边那很开心，就是慧仪她接受我的邀请，然后就是今天也就是特别为我们规划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是超级精彩。我想其实就是觉得意犹未尽了，好想再听下去那其实慧仪她也很忙，那没关系，我已经可能在跟她敲时间我们把就是接续今天可能就是后续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适合我们，那她觉得就是如果有那就是更完整可以帮助到我们大家，那就是就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就是也在一起来线上来聆听这样子。那刚才慧仪有提醒我们就是说是这个部分是我们到目前我们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理财这个部分在童军，也许我们在今天经过这一场之后，是不是今天在线上我们的这些伙伴有机会就成为就是理财方面的一个种子教师等等，我想其实是期待的啦期待这样子的事情它是被落实的，我想这是对大家都非常有帮助。好，那我们大家先来合影一下那就是就是接下来就是如果说我们有要交流的时间呢，我们大概就是留半个小时给大家就是我想其实大家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好了，那我先来开，大家现在先来开个镜头吧，方便的人就把镜头打开。对，然后趁大家开镜头的时候，跟大家就是也讲一下，就是说不晓得就是这样的题目就是大家会不会喜欢，然后有没有用？那如果有的话，就是更期待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我希望有机会就是为大家做准备。好那各位，我待会我会把就是反馈给我们讯息的这个部分的留言，我也会再就是贴给大家在我们的粉丝页里头。那当然就是待会优先就是今天就是不谈不快的就优先讲，这样好不好？好，来各位，那你们的画面都 OK 了吗？我要拍照咯，3、2、1，好，那等我一下，我来那个拿一下我的定位纸，就我拍一下。OK， 有太好了，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